网上隔三差五就有这么一出，有个人被挂出来了，你不认识他，我也不认识，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实锤了。截图打包好，时间线整理好，热评第一条已经替所有人把结论写好了。你往下滑，评论一条比一条狠，还一条比一条有才华。词条挂上热搜，转发好几万，连他8年前发的动态都被翻出来鞭尸。这个人从被挂出来到社会性死亡，全程不超过6个小时。6个小时啊，比外卖差评处理的都快。现在我带你去看另一个现场。2000年前，耶路撒冷圣殿，天刚亮，一群人拽着一个女人穿过院子，把她摁在人群当中。这个女人犯的罪是行淫，当场被抓的。按摩西律法，这个罪的刑罚是乱石打死。注意哈，这不是比喻，是真要打死。围观的人手里是真的石头，有棱有角有分量，砸实了一下就能要命的那种。带头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当时全社会公认最懂律法、最讲道德的一群人，相当于道德界的国家队，条文倒背如流，一辈子专业对口就干这个。人赃并获，罪名坐实，石头都捡好了，就等一声令下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那天一块石头都没扔出去，拿着石头的人一个一个全走了。为什么？听到这儿，你心里可能已经有答案了。这还用查吗？这段咱太熟了。耶稣一句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”，众人惭愧退场，完事儿。讲的不就是不要论断人，要有怜悯吗？再顺手敲打一下今天网上兑现的基督徒，看看你们不够属灵了吧？这个答案顺得很，顺到讲了2000年都没人打个磕巴。可我把这个案发现场来回翻了几遍，越翻越不对劲。这个最顺的答案刚好把全案最邪门的一处严严实实盖住了。要真只是劝人有爱心，这期你划走我一点不拦。不要论断人这5个字，你耳朵都听出茧了。邪门在哪儿呢？那天在场的是全社会最有资格扔石头的人，论道德记录，论律法功底，他们全占了，偏偏是这批人一个都没扔。而今天网上扔石头扔得最起劲的，你去看，往往既不是最讲道德的，也不是最有资格的。2000年这么前后一对比，一个瘆人的事就浮出来了。最有资格审判的人和正在审判的人从来不是同一群人。那问题来了，咱们俩在哪一群里？先把话放这儿，今天咱们要办的就是这桩案子，谁有资格扔第一块石头？我得提前打个招呼，这案子查到最后会一路查到咱们自己头上，谁也别想全身而退。我先说明白，省得你说我半路偷袭。但另一半我也提前交底，这不是一期把人按在地上批斗的节目。查到最底下有一条出路，而且具体到能上手，不是多祷告多读经那种正确的让人犯困的话，是一个动作。2000年前有人在他人生最黑的一页亲手做过示范。是谁？是什么动作？先按下不表，咱们按顺序来。先把案发现场看清楚。约翰福音8章开头交代的挺细。清早，圣殿，耶稣坐着教导人，人群围了一圈，正听得入神。这伙人押着女人进场，直接把课堂变成了法庭。押人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这2个词儿咱得先解释一下，不然后面白看。文士职业超惊人，在一个识字率低到可怜的年代，他们是极少数把整部律法一个字一个字抄写过、背诵过、讲解过的人，相当于律法界的活体数据库，条文出处随口就来。法利赛人更狠，这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，主动跟普通人划清界限。守规矩守到什么程度呢？连自家院子里种的香料都要掰出1/10奉献上去。放今天的说法，就是那种连续10年满勤，笔记做到发光，坐第一排还嫌不够靠前的模范生。这2拨人平时未必对付，这天却搭伙出现，说明来者不善。还有，注意他们挑的场地，圣殿，全民族的信仰中枢，一年到头人流最大、目击者最多的地方。挑这儿发难，不是走程序，是要当着最多的眼睛把耶稣按进一道两难题里。有多不善？约翰福音8章自己把底交了。这是个试探，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。机关在哪儿呢？按摩西律法，行淫当场被拿，得用石头打死，白纸黑字，没有商量。可当时犹太地归罗马管，处决人的权柄攥在罗马手里，犹太人私自行刑就是造反。你品品这个死局，耶稣说打，
罗马那边的告状信当天就能发出去，说不打那就是当众推翻摩西律法，夫子这个称呼当场作废，宗教饭碗一起砸掉，往左是死，往右也是死。所以那个清早站在人群当中发抖的女人，在这帮专业人士眼里根本不是被告，她是子弹。对了，还有个破绽，这些背诵了一辈子律法的人不可能不知道，按摩西律法，行淫这个罪是2个人都得处死，当场拿住的理论上得押来一对儿，可现场只有一个女人站在当中，那位男士呢？没了，蒸发了，从头到尾没人提，连程序都懒得做全，你就知道这帮人对公义这件事的真实兴趣有多大。公义是幌子，把柄才是订单。然后就轮到那句咱们都熟的话出场了。约翰福音8章7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这句话流传2000年，基本是被当成金句用的。爱心、宽容、人性的光辉，配上西洋图发朋友圈那种。但你把它放回刚才那个死局里看，它根本不是抒情，它是解题，而且解得极其精密。你看它的结构，第一，它没说别打，摩西律法没被推翻，罗马的告状信写不成。第二，他没说他无罪，案子没被赦免，模范生们挑不出一个字的错。整句话只添了一样东西：执行资格，谁没罪谁先动手。这个条款狠在哪儿？他把扔石头从集体项目改成了实名制，原本100个人一起扔，责任摊薄到0，谁都只是人群。现在谁先出手，谁就等于当众宣布我一生无罪，而在场的全是把律法背穿了的人。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这个结论，他们比谁都熟。先扔那一下不是砸死一个女人，是当众撒一个所有同行一听就穿的谎。所以这不是一句感动了谁的话，是一道没有人做得出来的题。刀没被夺走，是每把刀上突然多了签名栏。你把这句跟咱们平时的劝架话术对比一下，差距就出来了。你也别说人家，你自己也有毛病。这话人人会说，也人人会被反驳。我这毛病跟他那能一样吗？耶稣的版本不给这个反驳留门，他不比较罪的大小，只问有没有，有就没资格，辩无可辩。接着就是全案我最喜欢的一个细节，约翰福音8章9节，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注意那4个字，从老到少。你先按直觉猜一下，一群人被这句话击中，谁会最先放下石头走人？我猜多数人的直觉跟我当初一样，年轻人呗。年轻人脸皮薄，心肠软，没那么轴。老头才顽固，一辈子的规矩长在骨头里，认错比登天难。真拍成电影，导演8成也这么拍。一个红着眼眶的年轻人先把石头扔在地上，镜头再慢慢摇到面如死灰的长老们，可文本偏偏反着写，最老的先走，年轻的撑到最后。想想又对得可怕，活得越久，档案越厚。60岁的人往回一看，40年里那些没被当场拿住的时刻，一件一件都在那儿摆着。20岁的人往回看，档案统共没几页，真心觉得自己挺干净。所以最先松手的不是心最软的，是最先算完账的。撑到最后的也不是最义的，是自我感觉最干净的。认清自己这件事需要的原来不是勇气，是样本量。这也让开头那个评论区多了一层看头。撑到最后不肯放下石头的，未必是最恨罪的，可能只是档案最薄，还没算完账的。这个谁先低头的顺序，你先帮我记住，就存在这儿，先不解释，后面有大用。人走光了，就剩耶稣和女人。这时候你要按现代剧本的预期，接下来该有一场大戏，女人痛哭流涕，讲述自己的不容易，耶稣来一段10分钟的关于恩典的独白，背景音乐起，众人落泪。结果约翰福音8章10节11节的完整记录是这样的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完了，就这些，没有训诫套餐，没有我理解你也有你的难处，没有拥抱环节，甚至没有一句正经安慰。俩信息，不定罪，别再犯，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一个刚从乱石堆底下捡回命的人，得到的收尾不到30个字。
咱们这个时代的习惯是，戳穿一个人之后，必须紧跟着10倍剂量的抚慰，不然显得没有爱心。耶稣的版本刚好相反，戳穿的极准，收尾极短。这种克制比长篇大论重得多，因为它意味着这事儿是真过去了，真过去了的事就不用再提了。对了，这还有个容易溜过去的点，按他自己出的题，谁没有罪谁先扔。人走光之后，现场其实剩下了一位有资格动手的，就是出题人自己。他把这个资格用成了那句去吧，全案唯一有权定罪的成了唯一一个不定罪的。到这儿，第一现场看完了，但我得把开头那个对比再拎回来，因为有个数字越想越不对劲。2000年前这场私刑，行刑失败率100%，石头一块没扔出去。今天的网络私刑，成功率接近100%，6个小时半截，全程丝滑。同一个人性，效率怎么差出这么远？差在物理学上。扔一块真石头，你得弯腰捡起来，掂一掂，瞄准，抡圆了，5个动作，每个动作都是一个反悔的窗口，而且全程有人看着你，你的脸、你的手都露在光天化日底下。耶稣那句话为什么一击即中？因为他把这5个窗口挨个照亮了，让每个拿石头的人在自己的动作里撞见自己。可发一条评论呢？一次点击，0个动作，0个反悔窗口，0个人看着你。不是今天的人心变硬了，是今天的石头变轻了。轻到扔出去的那一下，手上没有任何感觉；轻到很多人扔了半辈子，不知道自己扔过。对了，这儿先给你埋个反差，没人看着这个条件，在评论区里让人变狠。可待会儿你会看到，同一个条件在圣殿现场让人变诚实。同一味药，2种药效，这里头有名堂，先记下。好，那你可能觉得案子这就算破了，人性嘛，2000年一个样，工具变了而已。但真正让我睡不着的问题，这才开始冒头。你想，那群拿石头的人，缺的是知道吗？根本不缺。律法专业户，罪的定义倒背如流，人人有罪是他们的基本功，知道的清清楚楚，照样把女人押来了，石头照样捡好了，知道拦不住手。嘴里的东西和手里的东西中间断掉的那一节，才是这期真正要查的目标。为了看清这一节，我先带你看2个当代怪现象，你80%眼熟，甚至熟到心虚。怪现象1号，不少信主的人心里都藏过一个不太敢说出口的嘀咕，怎么感觉隔壁拜拜的好像更灵？人家初一15上香求签许愿还愿，流程清晰，反馈及时，据说灵验案例还特别多。这个嘀咕吧，咱先别急着上属灵手段处理，先拆机制。你观察一下许愿池、投币、许愿等结果，这是一套完整的交易流程。而它最厉害的地方是有确认收获这个环节，硬币落水那一声，香插进炉子那一下，签摇出来那一刻，仪式做完，心里咯噔一声，落定了。这个反馈是及时的，身体能收到的。而祷告呢，发出去没有物流信息，没有预计送达时间，很多时候连个已签收都刷不出来。你再想想咱们现在过的日子，外卖有进度条，打车能看见车到哪儿了，快递慢半天都要点开地图看看。现代生活把等待这个东西基本消灭干净了，唯独祷告还要求你在一个没有任何反馈的地方持续投入。这不是说神不回应，是他的回应从来不走及时反馈那条线，不谈确认框，不发到货短信。而人对没有进度条的等待天然没耐心，所以拜一拜好像更灵这个感觉，问题从来不在灵不灵，在于那套流程精准喂饱的是人对确定性的胃口，他做的是效果生意，不是关系。顺便说句扎心的，很多祷告词你把开头和结尾一换，中间的结构跟投币许愿一模一样，报愿望、做仪式等发货，区别只是收件人改了。怪现象2号是教会内部处理1号的标准姿势，一句那是邪灵作祟，结案散会，先把一件事说死。我可没说魔鬼是假的，圣经管它叫吼叫的狮子，那是真兽，后面还会正式介绍。可正因为它是真的，都是魔鬼这4个字才格外冤。一头真狮子被咱们用成了一块万能橡皮擦，哪道题不想答就拿它一擦，这一擦把问题整个擦到看不见的世界里去，顺手绕开了那个真正该看的问题。我自己的信仰里有多少成分其实也是在投币，
都是魔鬼这4个字，很多人说完自己心里会咯噔一下，那个咯噔就是身体在举手提意见。你发现没有，这2个怪现象底下埋的是同一根线，嘴上信的和身体诚实的是2套系统。嘴上说凭信心，身体要确认收获；嘴上说交托了，手指在刷新物流。而这个病最狠的一点在于，它根本不是当代病，不是短视频时代把人心搞服了才有的。接下来这个案例会让你看到2000年前他在耶稣身边最近的人身上发作的比谁都彻底，说的就是彼得。这个案例好就好在全程有录像，4本福音书都记了这一段，细节互相咬合，赖都赖不掉。先看他嘴上那套系统的存货。最后晚餐那一夜，耶稣预告说今晚你们全都要跌倒。彼得当场拍胸脯，话说的比谁都满，别人都跑，我也不跑，就算得跟你一起死，我也绝不能不认你。这话不是装的，我完全相信他说出口的每个字都是真心的，血是热的，眼睛是亮的，搁现场你都得被他感动。而且他不光是嘴上热，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，全场动刀的就他一个，一刀下去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。你看这份真心，连命都敢押。然后几个小时之内，他3次说自己不认识耶稣。彼得3次不认主，这段的常见用途基本是固定的，证明人会软弱，再证明神肯赦免。2分钟讲完翻页。但我把4本福音书这段记录并排摆开对着看的时候，翻出3处冷细节，越看越坐不住。这3处平时讲的少，可他们才是这场溃败真正的现场证据，不是道理，是痕迹。第一处在马可福音，马太福音记这事儿写的是鸡就叫了4个字完事，马可福音14章偏偏多记了一样东西，立时鸡叫了第2遍。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鸡叫2遍以先，你要3次不认我，思想起来就哭了。第2遍，别的福音书都没这个第2遍，就马可有。而教会里流传很早的一个说法是，马可福音的材料主要来自彼得本人的讲道，马可等于是彼得的记录员。要真是这样，这个第2遍就说得通了，而且通得让人心里发凉。这是当事人亲口补上的细节。你想想人的记忆是怎么工作的，平常的日子记个大概，最丢脸的那个瞬间记得是真，哪个院子哪堆火谁先开的口，鸡叫到第几遍，创伤记忆是高清的，而且不褪色。一个人复述自己人生最不堪的一页，别人转述是鸡叫了，他记得的是第2遍。这2个字不是文学修辞，是伤疤的分辨率。而这个细节反过来还供出另一件事，初代教会讲这段的时候，是当事人自己站出来讲的，而且专挑最丢脸的细节讲。你想，一个靠造假起家的宗教，会把创始团队2号人物的3联崩用4份文件原样存档，还让本人亲自补充高清细节吗？第2处证据藏在他否认的用词里，3次否认。马太福音26章把原话都录了。第1次，一个使女认出他，他的回答是：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打太极，装听不懂，还留着余地。可到第2次、第3次，词变了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3年同吃同住，看着他在水面上走，亲口对他说过你是基督的老师，在这个院子里的称呼是那个人。你注意这个降格的方向，从你说什么到那个人，关系被一路往远了推，推到连名字都不碰，因为名字烫嘴。人在怕被牵连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从来不是编一个漂亮的谎，是给关系降级，熟的说成不熟，不熟的说成不认识。这个语言痕迹像恐惧按在经文里的指纹，2000年了还清清楚楚。第3处证据是我个人认为全案最绝的一条。第3次否认之前，旁边的人是怎么锁定他的？不是认出他的脸，是马太福音26章73节这句：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口音，彼得是加利利人，乡音重，一开口，京城的人就听出来这是跟耶稣同一个地方来的。你品这个画面，他可以控制说什么，我不认得那个人，咬字清楚，态度坚决，谎撒得很完整，但他控制不了怎么说。同一张嘴，同一句话里说出来的内容在撒谎，说话的方式在讲实话。嘴上的系统全力否认，身体的系统当场把它供了出来。咱们前面立的那根线
嘴上信的和身体诚实的是两套系统，你要文本证据，这就是最硬的一条。一个人真正的身份，从来不在他宣称的内容里，在他改不掉的反应里。你说你是谁，那是立场；你怎么说，那才是履历。这条证据你可以随身带走，把口音换成任何一种你改不掉的第一反应，它照样成立。标准答案谁都会背，我信靠神4个字，笔试人人满分。可坏消息半夜真砸下来的时候，你的手先摸向哪儿，心里最先蹦出来的是哪句话，那才是你的口音。这东西练不出来，也装不出来，它只如实播报你这些年真正住在哪儿。这案子还有一个30年后的回响，不听可惜。30年后，彼得写信《彼得前书》5章，就是当年这位院子里的彼得，笔下有这么一句：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务要警醒，单看这4个字，标准属灵口号，哪个讲台上都能听到，听完就忘。但你把作者档案调出来，再读一遍，写这句话的人是全本圣经里警醒这件事上输得最惨的那一个。老师叫他警醒，他睡着了，他自己发誓站稳，3连崩。这句话不是从讲台上说下来的，是从废墟里说出来的。也因此，吼叫的狮子这个比喻，它有独家使用权。别人形容试探凶猛是打比方，彼得是真的从狮子嘴里出来过的人，他见过被吞吃离一个真心实意的人能有多近。同一句劝勉，出处不一样，重量差着一整个鸡教的页。顺便补一句，这封信的收件人，彼得前书是写给一群正为信仰受苦，随时可能被人揪出来问你是不是他们一伙的信徒的。你听出来了吧？收信人面对的正是彼得当年那个院子，一个在院子里3连崩过的人，对着一排正要进院子的人说警醒。这信写的时候有多疼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现在把镜头往回倒几个小时，回到同一个晚上的前半场，克西马尼园，这儿藏着一个让我头皮发麻的对称结构。耶稣带着门徒进园子祷告，那是他被捕前的最后几个小时。他对门徒就提了一个要求：警醒，陪我撑着点。然后他往前走几步去祷告，回来一看睡着了，叫醒再去祷告，第2次回来又睡着了，第3次回来还是睡着的，3次。就在同一个晚上，往后再数几个小时，大祭司的院子里，炭火旁边，彼得被人认出来，1次、2次、3次，3次否认。我把这2条时间线并排放着看了很久，他们像同一场溃败被剪成了2幕。上半场身体先缴械，眼皮做了决定，嘴根本没参与表决。下半场轮到嘴上场，3次机会，3次投降。前半夜输给了困，后半夜输给了怕。从头到尾，我愿意这3个字1次都没赢过。最妙的是那个数字，3对3都不用你凑，文本自己对齐的。而且2幕用的还是同一套剧本，都提前打过招呼，警醒的叮嘱说在前头，鸡叫的预告也说在前头。当事人都信心满满，都是3次机会，1次没接住。预告过的失败，一步不差照常上演，这比突然的失败瘆人多了。所以我给这一页里的所有人起了个代号，接下来咱们就用它，3次的人。什么叫3次的人？就是说了，而且是真心说了，然后在压力真正来的那一刻，1次、2次、3次，次次掉链子的人。彼得是3次的人，园子里那些睡倒的门徒也是。这个代号你先领着，这期结束之前，咱们得核实一下自己手里领的是不是同一张卡。对了，这一页还有一句话我不忍心跳过去。耶稣第1次回来，看见门徒睡成一片，他说的那句话，马太福音26章40节，怎么样？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你把这句单独抄出来看看，这不是审判句，连责备都算不上，这是一句带委屈的问句，意思约等于就一会儿都陪不了我吗？这种话人只会对最亲的人说，而且只在最扛不住的时候说。教义上咱们讲，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这话听着抽象，可这一句问话就是完全的人的实拍，会孤独，会失望，失望了会说出来，不端着。咱们印象里的耶稣是永远从容的，讲道从容，赶鬼从容，风浪里都睡得着，所以这一句才显得突兀，也才显得贵。福音书里他难得这样把自己的需要递到别人面前1次，
而这一次递出去，收到的是鼾声。把它当证据收好，别当煽情素材用。证据录完，接着办案。往下查之前，喘口气。2000年前的案卷先合上1分钟，看个咱们都熟的现场。1月1号，健身房办年卡的柜台排着队。办卡那天的你，诚意100%，课表都排好了，1周4练，蛋白粉先囤2桶，购物车里还躺着一双专业跑鞋。我没有半点嘲笑的意思，那份决心是真的。摸着良心说，比很多誓言都真。然后第2周，闹钟响了，1月的冷空气在被子外面待命，你的身体直接替你投了票，全程没跟你商量。到3月，那张卡的功能只剩1个，躺在钱包里，证明你曾经是个有理想的人。我讲这个不是为了逗乐，是因为你把年卡这个结构套回去看，会发现3次的人这张卡今天照常发行，领卡动作长这样。小组分享说，新的一年我要每天灵修，说的那一刻真心程度不输彼得拍胸脯。转发一篇属灵文章到朋友圈，手速飞快。第2天清早，那个该起来祷告的闹钟按掉的手速更快。查经班里顺服2个字的原文词义能分析得头头是道。散会回家的路上，一辆别过来的车就能让全套学问当场清零。还有开头那个场景的续集，评论区里同一双手，上一条敲的是求主怜悯这个世代，下一条敲的是对某个塌房罪人的处刑意见，2条之间隔了不到10分钟。石头出手的时候，手上还是没有感觉。注意哈，我说的不是人品问题，从头到尾都不是。2000年的样本就摆在这儿。法利赛人知道律法，知道拦不住；彼得真心发誓，真心拦不住；门徒是耶稣本人当面叮嘱的，在场都拦不住。知道拦不住，真心拦不住，连亲耳听着都拦不住。嘴上那套系统无论装得多满，就是够不到身体那套系统。这不是谁堕落了，这是出厂设置，2000年没出过一个例外机型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你怎么又没做到，那个问题问了2000年，一个人都没问好过。真正的问题是，既然全人类没一个做到的，耶稣自己留下的解法是什么？先别急，回答之前，我还欠着你一桩案中案。第一现场有个细节，我一直故意压着没讲。那天在圣殿，面对那个死局，耶稣开口之前和之后各做了一个相同的动作。约翰福音8章6节，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说完那道无解的题之后，8章8节又来一遍，于是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写了什么？不知道，全本圣经没记，2000年了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这是圣经里少有的被文本自己挂出来的真悬案。猜测从古时候就开始堆，有人说写的是控告者各自的罪名，抬头看一眼吓走一个；有人说写的是摩西律法的条文，以律法还治律法之身；还有人说写的是在场某几位的隐私黑料，越写人走得越快，一个比一个精彩，可惜没有一个拿得出文本证据。福音书作者要真想让你知道内容，多写1行字的事儿，他不写。而且你注意，约翰这位作者恰恰是4福音里最舍得给细节的一位，第几个时辰、几个饼、几条鱼、香膏值多少钱，他都记。这么一个细节控，对耶稣唯一一次被记下来的亲手写字，内容只字不提，这不像遗漏，像故意。我原先也卡在到底写了什么上，跟2000年来所有人卡在同一个地方。直到有一天换了个问法，如果写的内容很重要，作者只字不提，这是失职。可如果内容不重要，同一个动作，他为什么郑重其事记了2遍？这么一问就通了，重点根本不是写了什么，是他低下头去了。你把现场重新放一遍，全场的目光盯在女人身上，空气绷得能听见，而站在死局正中间的耶稣蹲下去看地上，不看任何人。那句谁没有罪谁先扔落地之后，他没有站起来扫视人群，盯着看谁先认输，他接着低头写字。于是在场每个人得到了一段没有人盯着自己的时间。人被瞪着的时候只会硬撑，没人看的时候才顾得上诚实。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掉这件事，就是在那段低着头的沉默里发生的。还记得前面埋的那个反差吗？评论区的名人看着让人变狠，这儿的没人看着让人变诚实。现在可以拆开了，评论区的匿名是没人看见你做了什么，他卸掉的是责任，责任一卸，
人就放飞了，怎么狠怎么来。低头写字给的是没人盯着你是谁，他卸掉的是防御，防御一卸，人才敢照镜子。同样是没人看，一个让你不用负责，一个让你不用装。所以这个留白不是漏记，那个动作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。好，现在可以回答那个最大的问题了。既然嘴的系统够不到身体的系统，全人类无一例外，耶稣的解法到底是什么？先把手里的线头收拢一下。圣殿的案子说知道拦不住，彼得的案子说真心拦不住，园子的案子说连人在现场都拦不住。3条线索指向同一个缺口，真正的解法必须绕过嘴上那套系统，直接跟身体那套系统打交道。带着这个标准，咱们来验收答案。按常见的讲法，查到这一步一般有2种收尾。手法1，互相安慰。咱们都是3次的人，你看彼得都这样，神都理解。这话不算错，但你猜谁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？彼得本人。他要是停在被理解里，就不会有30年后那句狮子的警告了。被理解是止痛片，不是药。手法2，加码励志。从今天起，我一定警醒，一定得胜。恭喜，这句正是3次的人的标准开场白。彼得当年拍胸脯的时候，比你声音大多了。安慰不解决，励志更不解决，2条路都排除了，那答案在哪儿？答案其实一直摆在案发现场，就在门徒睡倒的那个园子里，隔着几步远的地方。门徒在睡，同一时刻，耶稣在祷告。他祷告的原话，路加福音22章42节记下来了：父啊，如果你愿意，就把这杯拿走，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旨意。你先只看前半句，后半句捂住。把这杯拿走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意思，是他此刻最真实的欲望，不想走十字架那条路。第2天等着他的是什么？他比谁都清楚。注意，耶稣把这个欲望说出来了，没有装作不想要，没有表演顺服，没有咬着牙说我没事。人生最黑的一页，他把自己心里最真实的那个我想要，原原本本摆在了父神面前。然后才是后半句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旨意。你看清楚这个结构，我的意思没有被删除，没有被假装不存在，它是被排序了，摆出来，然后放在你的意思后面。现在我要把另一段话放到它旁边，这段话你大概率会背，闭着眼都能背。马太福音6章，耶稣教门徒的祷告就是主祷文，其中2句：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把2段并排，你自己对一遍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只要成就你的旨意。我第一次把这2句摆到一块儿的时候，来回合了好几遍，就为确认不是自己想多了。不是，克西马尼那句祷告就是主祷文，不是引用，不是致敬，不是巧合的相似，是耶稣3年前交给门徒的那份祷告词。在人生最黑的一页，他自己跪在地上，一条一条亲自执行了一遍。咱们一直把主祷文当成耶稣布置给别人的模板，一份用来背诵的课文。那天晚上的记录显示，它是他写给自己的操作手册，而且他交卷了，用命交的。还没完，路加福音22章还记了一头一尾2个细节。进园子之前，他叮嘱门徒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试探。祷告完回来，看见他们睡着，叫醒之后说的还是这一句：祷告，免得入了试探。前后2遍，同一晚，同一个内容。而这个内容恰恰是主祷文压轴的那条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也就是说，在他自己判断为最危险的一页，他认为门徒最需要做的事，不是打起精神，不是互相打气，不是发誓，是把那份祷告词的最后一条真的拿出来用一遍。门徒没用，睡了，他用了。而用在他身上是什么强度？路加福音还留了一个细节，他祷告到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，从医学角度把这解释成人在极端应激下的罕见反应，汗里带血。这说法不是定论，当个参考就行。不靠它，画面也已经够清楚了。一个人祷告到汗往下砸。那份祷告词的最后一条，他不是背了1遍，是扛着命用的。天亮之后，2套结果摆在那儿，用了的那一位从被捕到十字架一步没退。
没用的那些跑得一个不剩。同一页，同一个园子，同一场压力测试，变量只有一个。还记得让你存着的那个画面吗？圣殿里从老到少，最老的最先低头。克西马尼这一页是全场最有资格喊不公平的那一位，最先低了头。低头的那一下值得凑近了看，因为试探这个词的操作定义就藏在那半秒里。再看一眼路加福音22章那句祷告的结构，前半句把这杯拿走，后半句只要成就你的旨意。你发现没有？想要本身不是试探，想活命不是罪，想赖床，想刷手机，想被人认可，想日子顺一点，都不是。耶稣自己都把我想要说出口了，说得明明白白。试探是另一个东西，试探是一个瞬间，我的意思悄悄爬到你的意思上头的那个瞬间。彼得开口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之前的半秒，那个瞬间发生了，我的意思活命完成了替换。门徒眼皮合上之前的半秒，那个瞬间发生了，我的意思睡完成了替换。你摁掉闹钟之前，手指按向发送键之前，同一个瞬间，同一次替换。你数累了吗？他不累，还可以接着数。说好今晚陪家人不碰手机，饭桌上那只手摸向口袋之前，立志戒掉的那个习惯第101次破戒之前，跟神说这次一定不一样，然后在完全一样的地方拐弯之前，全是他。同一个瞬间换了件马甲。他最阴的地方是不换牌子，旗还插在原地，嘴上的宣告一个字没改，驾驶位已经换人了。所以知道拦不住他，真心也拦不住他。知道和真心都住在嘴的系统里，替换发生在另一栋楼里。这么看，科西玛尼那个动作的本质就露出来了。他把这个从来都在暗处完成的替换拖到了明处来做。先把我的意思亲口说出来，把这杯拿走，让他上台面见光，然后当着他的面排序，你的意思在前，我的意思在后。原来祷告干的是这个，不是下单，不是提交愿望等发货，是把两套系统摆到同一张桌子上对账。对账不保证身体从此听话，但替换这个动作从此别想再在暗处完成。话别说满，认出替换不等于从此百战百胜，说满了就又是一次拍胸脯，但认出来他就再也没法冒充天性了。我就这样的人，我天生坚持不下来，这类话术全部作废。它不是天性，它是一个瞬间，一个可以被拎到祷告里当面处理的瞬间。这是克西玛尼那一页留给3次的人的全部家当，不多，但2000年了也没听说谁用完过。明白了这个，你再回头看一个教会里最日常的现场，会看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周3晚上代祷事项分享环节，为工作代祷，为体检报告代祷，为孩子中考代祷，为签证，为房子，为老家的教会，都很好，都该求，这不是反话。但你哪天可以留意一下，一整晚下来有没有人求过那一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？我的观察是几乎没有。这事细想挺怪的，主祷文里那可是压轴的位置，是耶稣在克西马尼一晚上叮嘱了2遍，自己也亲自用过的那条。可他在咱们的代祷清单上长期缺货。一份代祷清单其实是一张没人打算写，所以格外诚实的报表。想知道一群人真正在意什么，别听宣告，看清单。而清单显示，咱们祷告的 KPI 排前几名的都是让日子顺一点，和2000年前许愿池边上的诉求单重合度高的不好意思细算。这里头最扎眼的还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处境。整份主祷文里明确关乎我会不会掉链子的就这一条，偏偏缺货的是他。咱们求神改环境，改别人，改结果，就是很少求神看住那个半秒钟的替换。清单不会撒谎，求这些当然都正当。耶稣的祷告词里白纸黑字有日用的饮食，为日子祷告，天经地义。也先别急着连夜改清单，打住，改版这个动作本身搞不好又是一次拍胸脯。发现清单上那个空位，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开始了。何况这门课的第一堂就是这么上的。克西马尼那一夜，门徒睡过去的那几个小时，耶稣是替他们醒着的。最后合上案卷之前，我把这一卷里的人给你捋一遍。圣殿里拿石头的，律法专业户，知道的最多，手比知道快，3次的人。彼得，誓言发的最真，口音比誓言诚实，3次的人。门徒，
人就在现场，眼皮不归真心管，3次的人，屏幕前的咱俩按过年卡，按过闹钟，敲过评论，你懂的。这个代号发行了2000年，领卡的名单从文士排到使徒，到今天没有一个人退过卡。但这卷案宗里躺着一份不一样的答卷。同一场考试，科西玛尼那一页，有人教出过另一种写法，不是靠不困不怕，他也怕，怕到汗往下砸，靠的是把那半秒钟的替换拖到光里，当着父神的面做了一遍。卡退不掉，路是真有。而耶稣那天在圣殿，没问女人你知不知道错，也没问人群你们惭不惭愧，这2个问题他一个都没问，他只是低下头在地上写字，给了每个人一段没人盯着的时间，让人自己想起自己是谁。这期节目能做的充其量也就是这个，所以没有作业，也没有今晚就去做，3次咱们都交过卷了。剩下我就好奇一件事，下一个半秒来的时候，就是我的意思刚要往上爬的那半秒，你先出口的会是哪句话？